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今天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过去48小时里，美国和伊朗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暗战，还要带大家看看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局，究竟切中了中南海那位最隐秘的哪根软肋。咱们先把目光投放到白宫的停机坪上，川普迈着他标志性的步伐走过来，满面红光。有记者赶紧问，总统先生，伊朗那边打得火热，到底怎么样了？川普微微一笑，抛出了一个足以让全球媒体炸锅的重磅炸弹。他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强有力的会谈，我们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甚至可以说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紧接着他在自己的真相社群上正式宣布，基于过去2天深入、详细且建设性的对话，我已经指示战争部将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所有军事打击推迟5天。这话一出，全世界都懵了。大家仔细听他那个停机坪采访的原话，有2个极其关键的信息被很多主流媒体有意无意但忽略了。第一个细节，咱们来看美国权威媒体 Semaphore 的内部爆料。美国官员明确表示，这5天的暂停轰炸请注意，仅仅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和发电厂，对于伊朗的军事基地、海军设施、弹道导弹阵地以及国防工业基础，美以联军连1秒钟的停歇都没有。也就是说，川普只是把架在伊朗经济大动脉上的那把刀稍微抬高了1寸，但顶在伊朗最高领袖脑门上的那把枪不仅没放下，连保险都处于打开状态。第2个细节，川普在谈到和谈前景时，轻描淡写地甩出了一句话，那里也会有一种形式的非常严肃的政权更迭。公平地说，这个政权里的人都已经被干掉了，他们实际上是在重新洗牌。一边说着我们谈得很好，马上要达成协议，一边却堂而皇之地宣告对方即将发生政权更迭。这是什么神仙逻辑？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在下达最后通牒式的招降书。事实上，别看川普嘴上喊着和平，你看他手里在干什么？他正在把美国最精锐的杀人机器源不断地塞进中东。根据军事观察机构的最新情报，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即时反应部队整整3000名能在18小时内部署到全球任何角落的精锐伞兵，现在已经取消了所有国内演习，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带队的指挥部更是死盯住了中东地图。海面上搭载着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迪利波里号和新奥尔良号2栖攻击舰正全速驶入该海域，紧随其后的是满载 F-35B 隐形战机和4500名水兵及陆战队员的全师号两栖戒备群。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从不轻易露面的特种部队也出动了，专门在无尽暗夜中将特种兵送入敌后的夜行者、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专司斩首行动的三角洲部队，从海面渗透的海豹突击队，还有能在几小时内夺取敌方机场的游骑兵。朋友们，这套阵容根本不是用来打防御战的，这是一套为了执行极度精确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而量身定制的豪华套餐。他们的目标只有3个：第一，彻底控制伊朗用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各个咽喉要道；第二，直接拿下承担伊朗90%石油出口，每年为政权输血几百亿美元的哈尔克岛；第三，彻底瘫痪伊朗深埋地下的核设施。这种极限施压的打法，实际上是在告诉伊朗，现在掌权的人，我只给你们5天时间，能源设施我暂时不炸，给你们留口饭吃。但你们如果不立刻签字画押，5天之后，不仅你们的经济命脉灰飞烟灭，连你们这些刚刚替补上来的高官也会和你们的前任一样，变成夜空中的一缕青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的独家内幕，这场诡异的谈判究竟是谁在跟谁谈，又是在哪里谈？大陆翻墙来的朋友天天看着新闻联播，以为伊朗现在还是同仇敌忾，是要与美帝血战到底。但实际上呢，敌人的堡垒
往往是最先从内部被攻破的。以色列的新消息报在这2天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这场密谈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先都没被正式知会，完全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监听中偶然截获的。根据确凿的情报源，这场足以改变中东乃至全球格局的秘密谈判，既没有选在富丽堂皇的日内瓦，也没有选在习惯当和事佬的多哈，而是选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代表美国出面的分量极其惊人。现任副总统 J.D. 万斯，川普的绝对亲信兼特使威特科夫，还有中东政策的幕后操盘手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而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伊朗代表是谁呢？是伊朗现任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甚至还可能包括伊朗议会议长，被认为是伊朗政权内权势人物的卡利巴夫。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家回想一下，川普刚才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会有一种非常严肃的政权更迭形势。很多人以为政权更迭就是派大军杀进首都，把对方的领导人从地洞里拖出来绞死，就像当年对付萨达姆那样，那是老掉牙的打法了。川普现在玩的是美国在古巴和委内瑞拉早就玩的炉火纯青的内部策反模式。美国怎么对付古巴的？直接去找那些渴望享受西方生活，手里握着实权但不想跟政权一起陪葬的红三代和小官僚谈。在委内瑞拉也是一样，表面上骂马杜罗，暗地里却和控制着石油公司随时准备卷款跑路的军方将领做交易。现在这种剧本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伊朗。自从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最高领袖老哈梅内伊在开战初期就被炸死了，接班的儿子莫吉塔巴也身负重伤，现在只能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地下掩体里。快1个月了，连张照片都不敢发，革命卫队的高层更是死了一茬又一茬。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伊朗统治阶层其实已经处于极度的恐慌和撕裂之中。那些拿着枪满脑子极端思想的革命卫队死硬派当然还在喊打喊杀，但是像外交部长这种长期在国际舞台上打交道的技术官僚，还有像议长这种深谙权力游戏、家族利益盘根错节的政客，他们心里门清，再打下去，大家连同那点摊在海外的资产全都要给这艘破船陪葬。所以川普看准了这个天赐良机，他派库什纳等人飞到巴基斯坦，就是向伊朗内部的温和派或者说骑墙派递去了一根橄榄枝。我把你们头顶上的极端分子炸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要你们愿意交出核武器计划，停止支持恐怖代理人，让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不仅不再追杀你们，甚至可以默许你们在这场政权更迭中上位，掌管战后的伊朗。据情报显示，那位躲在地下的新领袖莫吉塔巴在听了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的汇报后，居然给予了同意和祝福。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绝对的武力威慑和生存本能面前，所谓的宗教狂热，所谓的反美誓言，全都是擦屁股纸。朋友们，刚才说到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政客们为了权力和利益每天都在算计，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不管世界怎么乱，最大的财富始终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这里给各位老朋友推荐我的好伙伴普瑞堂黑参。普瑞堂黑参采用传统的9蒸9爆顶级工艺，把人参的精华高度浓缩。它对于温补元气、提升免疫力、改善睡眠和缓解疲劳非常有帮助。性情温和，不上火，特别适合咱们平时工作忙碌、压力大、熬夜看新闻的朋友们做日常保养。如果你喜欢江峰世界，请支持江峰，点击下方链接，在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就能享受全球包邮。现在普瑞堂还有超级福利，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完整的珍贵黑参，多买多送。好，咱们言归正传。说到这里啊，我估计肯定有朋友要跳出来说，江峰，你这是在造谣。你看人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3月23号亲自上 X 平台发文了，说绝对没有跟美国谈判，说这都是美国为了操纵石油市场放出的假消息，还要坚定跟着最高领袖走到底。
你再看看央视新闻，人家引述伊朗内部消息，说美国放出谈判的风声是为了诋毁卡利巴夫，甚至为暗杀卡利巴夫创造条件。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央视这篇报道到底是在帮伊朗辟谣，还是把伊朗的底裤甚至中共自己的底裤都给扒了。首先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央视这套造谣是为了暗杀的逻辑。央视新闻的原话是，捏造该假消息的目的之一是为暗杀卡利巴夫创造条件。大家细品，这句话里主语去哪儿了？是谁要暗杀他？如果是美军要暗杀他，需要造谣吗？大家想想，这1个月来美军在伊朗干了什么？美军精准斩首的时候提前发过预告吗？提前造过谣吗？美国人要杀你卡利巴夫，有必要先在国际上大张旗鼓地说我们在跟他谈判，然后再丢炸弹吗？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所以卡议长到底在怕什么？既然暗杀他的不是美国人，那是谁？真相只有一个，央视不小心把实话给露出来了。美国放出风声，其实是在玩离间计，是借刀杀人。这条消息是给伊朗革命卫队那帮死硬派创造暗杀卡利巴夫的条件。站在卡议长角度来想想，你是伊朗体制内的技术官僚，你手里有钱有权，但你没有军队。现在天上天天掉炸弹，最高领袖躲在地下室不敢露面。这个时候你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跟美国人在巴基斯坦有了接触的传闻满天飞。这事儿一旦被那些杀红了眼的革命卫队死硬派认定了，他们会怎么干？他们打不过美国的 F-35， 但要在德黑兰街头弄死一个卖国贼议长，那可是易如反掌啊！在集权体制下，当一个人被怀疑跟敌对势力暗通款曲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保命手段是什么？就是以最高分贝、最夸张的姿态公开宣誓效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议长要在 X 上急吼吼地发誓，所有官员坚定站在最高领袖身后。这话根本不是说给川普听的，这话是说给国内那帮拿着枪的革命卫队听的，意思是兄弟们别开枪，我没叛变，这都是美国人的离间计。其次，咱们再来看看操纵油价这个借口。央视和卡议长口径一致，说美国是因为深陷泥潭想逃避困境，为了把油价打下来才造谣，这就更搞笑了。没错，川普确实想打压油价，但他要是真陷入了困境，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停止轰炸。可事实呢？我们前面说了，川普只是宣布暂停轰炸能源设施5天，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1天都没停。如果美国只是为了骗油价，以色列总理有必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派心腹大密德莫尔飞到华盛顿去施加影响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美伊确实在谈。最绝的是，央视这篇报道在结尾处自己给自己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报道最后一段说，川普政府正评估卡议长作为潜在谈判伙伴，正寻求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测试多名潜在人选的合作意愿。你看，央视这不是把实话吐露出来了吗？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刚才说的，美国就是在玩古巴、委内瑞拉模式的内部策反。美国正在伊朗内部海选代理人，测试谁愿意合作。既然美国在测试，那卡议长有没有被测试？当然有。川普派副总统万斯和女婿库什纳跑到巴基斯坦，就是去抛绣球的。至于卡议长接没接这个绣球，我们不看他嘴上怎么骂，我们看局势怎么走。历史上无数次证明，集权体制崩溃的前夜，往往是表忠心喊得最响亮的时候。当年林彪跑路前，手里的毛语录举得比谁都高。中共历史上那些被打倒的两面人，落马前一天还在喊2个确立。所以朋友们，别拿卡议长的推文当圣旨了。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他的公开否认恰恰是这场秘密接触存在的最有力证据。川普的离间计不仅用上了，而且用得非常成功。这颗怀疑的种子已经在伊朗政权内部生根发芽了。他们现在是防美国人难，防自己人更难。而这一切才是北京中南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却绝对不敢让老百姓深想的终极恐惧。理解了中南海心底的这份恐惧，咱们再回头看看这几天中共官方的反应，那简直就是一出活脱脱的滑稽戏。消息刚出来的时候，3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装模作样地回答外媒提问。法新社记者问川普推迟了打击，还说在跟伊朗高官谈判，中方怎么看？林健满脸正义凛然地说，战事严当，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停火对话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各方立即停火止战，尽快回到和平对话的轨道上来。大家听听，多么伟光正！平时天天骂美国是战争贩子，天天呼吁和谈，现在人家美国总统亲口证实，确实在谈，确实暂停了对能源设施的打击。这不正是你们中共日夜期盼的和平对话吗？你们外交部应该发贺电啊！可是到了晚上，新华社发出的通稿画风突变，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气急败坏、如丧考妣的酸腐味。新华社弄了一篇长篇大论，标题叫川普临阵变卦等等。文章一上来只字不提全球多家顶级媒体对巴基斯坦密会的详细爆料，反而是迫不及待地放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和卡塔尔官方的辟谣声明，拼命地想要证明没有谈，美国人在撒谎，伊朗绝对没有屈服，卡塔尔也没有斡旋。新华社更是绞尽脑汁地给川普的停火找理由，一会儿说是因为美国国内油价涨了，川普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怕民主党拿下国会，这简直可笑至极。川普2025年刚上任，哪来的中期选举将拿下国会控制权的迫切压力？这就是在胡编乱造，蒙骗国内百姓。一会儿又引述所谓专家的话，说美军导弹库存不足了，打不动了，这是缓兵之计，是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潭。总之，中心思想就一个，美国不行了，伊朗还在硬扛，和平谈判根本是个阴谋。大家琢磨琢磨这个味儿，中共不是号称自己是和平的使者吗？怎么一旦美伊真的坐下来谈了，他的喉舌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战争还在继续，和平是不可能达成的假象呢？这就叫扒皮荐骨。中共呼吁的和谈从来都是假的，他的真实算盘是希望伊朗硬挺下去，把中东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外交资源、财政储备全都死死地拖在中东。只有美国在中东深陷泥潭，中南海那位在印太地区、在台海、在南海才能长舒一口气，才能继续耀武扬威。现在可好，川普不仅没有陷入泥潭，反而用极其霸道的武力和极其精巧的政治手腕，眼看着就要把中东这个火药桶的引线给拆了，而且还要把伊朗现政权给和平演变了。中共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用大把外汇供养的反美先锋小老弟，背地里居然瞒着自己跟川普的女婿在巴铁喝茶聊天谈招安。如果说政权更迭的示范效应只是让中南海感到恐惧，那么接下来川普透露的一个战略构想，则是直接掐住了中共经济命脉的喉咙，这才是新华社打死也不敢报道的最高机密。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停机坪，当记者敏锐地追问川普，谁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还能控制石油的流动吗？川普的回答极其随意，却字字如惊雷，将被共同控制。记者没反应过来，被谁？川普霸气侧漏地指了指自己，也许是我和阿亚图拉，不管下一个阿亚图拉是谁。朋友们，这就是川普真正的底牌，更是中共最深层的噩梦。大家必须明白，很多人以为美国和伊朗打仗是因为核武器，是因为以色列，对，这些都是原因。但对于川普这个要把美国优先贯彻到底的总统来说，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只有一个，绝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这条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大动脉，每天流淌着全球20%的石油供应。咱们来看看中共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共与伊朗的关系早就超越了普通的贸易伙伴。
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利益捆绑的共同体。开战前，伊朗出口的石油90%以上都偷偷运到了中国，每天100多万桶啊！中国通过购买这种廉价的折扣油，不仅绕过了美国的制裁，还大幅降低了自己的能源成本。而伊朗则靠着中共送来的这笔救命钱，维持着政权的运转，制造着打向以色列的导弹，豢养着胡塞武装。可以说，没有中共的输血，伊朗政权一天都活不下去。更要命的是什么？是中共不仅想买便宜油，他还想借着伊朗的手挖美国石油美元的祖坟。根据 CNN 最近的爆料，伊朗现在正在跟8个非中东国家进行秘密谈判，开出了一个极具勒索性质的条件：你们的油轮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但前提是船上装载的这批石油货物必须用人民币来交易和结算。虽然伊朗这项强制人民币结算的政策也还处于考虑和谈判的测试阶段，并没有全面公开实施，但是您看看海峡里的实际情况就全明白了。自打2月底开战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对全世界基本处于瘫痪和关闭状态，别国的船都被堵得死死的，全球油价跟着飙升，唯独谁例外？唯独那些运往中国的油轮。因为中伊之间早就默契地使用了人民币等非美元方式结算，结果中国油轮直接享有了 VIP 特权通道，在伊朗海军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穿梭，短短时间内就有上千万桶原油畅通无阻地运回了大陆。这就是所谓的去美元化战略。中共打得好算盘，你在前面封锁海峡，恶心美国，拿放行做诱饵，逼着其他国家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我在后面用大把的人民币给你经济输血，保证你政权不倒。咱俩联手把美元的霸权给撬动了。但是川普一句也许是我来控制，把中南海的黄粱美梦彻底敲碎。川普的逻辑非常清晰，以后这条海峡必须由美国和经过政权更迭后的新伊朗政府联合控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物理上美国彻底拿捏住了中共能源生命线的绝对开关，中共进口的石油有近一半要走这条水路，中南海能不能点亮哪怕一盏路灯，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这也意味着经济上中共苦心孤诣经营的石油人民币体系瞬间灰飞烟灭。大家现在懂了吧？为什么中共外交部要在台面上假惺惺地呼吁和平，而党媒却在底下拼命掩盖美伊密谈的真相？因为中共太害怕了，他们知道美伊一旦达成共同控制海峡的协议，哪怕伊朗在短期内没有发生暴烈的政权更迭，中共的能源大动脉和金融野心也被美军合法合理且无可挽回地捏在了手里。包子手里本来就不多的地缘杠杆，现在直接被川普一脚踩断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的独家视角让您听得过瘾，觉得痛快，请一定要顺手点个赞，也请把节目转发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还没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